尊上。 尊上，也罢，既然要玩儿，不如玩个尽兴一些。你猜？ 吾想先射谁呀？被尊上的屠神弩标记，必死无疑。老屈，你的额头。或许一石二鸟，也颇有意思。 快跑！不要管我们，你打不过他们的。我要恋战，咱们也跟你扯。想跑没那么容易。可以啊，赵佑。好执念，接着，快拿走过去镜。 魔神就是为此而来的，敢耍我！过去镜有意思。大家分头走，尽力活下来，去衡阳宗会好。走！乘车。 重影也是神器，果然能伤到魔神。这过去竟是逍遥宗的神器，魔神这么在意它，难道？是你。气斩天剑，500年来，你是第一个伤到吾的人，配得上死在吾的斩天剑之下。仙子，快把吾的过去镜归还给吾。过去镜是仙门之物，你若想拿，不如杀了我。今日。 本尊便要杀绝仙门，叫这3界4周从此再无一根仙骨。
来也不过如此。我去井，爹爹，我回不来了。你没心的是什么？过去镜。这是我的血，竟然打开了过去镜。黎苏苏，你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而你是谁，却对这个世界至关重要。我，没错，魔神之所以要抢夺过去镜，只因他在命定之人手中，便会拥有逆转宿命之力。而你，便是这命定之人。逆转宿命。对，魔神并非生而为魔，而过去便是他唯一的软肋。那我该怎么做？用心看，记住它。蛇狗叫啊！哎，说话呀你！澹台烬呀！痒巴了你！跟你说话呢。说话！真窝囊，就是连反抗都不会，狗都比你狠。你只会挨我们的揍。对，这是魔神之前身。500年前，他还只是肉体凡胎，身在圣王宫。但身为魔胎，已在为魔神复苏积蓄力量。黎苏苏，没时间了。如今魔神临世，已成定局。但那时他若无法成魔，便不会发生今日灭世之劫。记住你要寻找之人，快回衡阳宗，开启破光阵，这是逆转乾坤的唯一办法了。如今的魔神已不可被战胜，只要回到他成魔之前，这便是唯一的奇迹了。休想伤害他！不要杀他！我也是兄！苏苏，不要管我，拿好过去剑，快回衡阳宗。不，我不走！我不会让你抓住他的，魔神，你怕死吗？苏苏，苏苏，怎么就你回来了？季无呢？爹爹，你看这个，狗都比你狠。
你只会挨我们的揍。打他！揍他！打他！镜子碎了，只能看到这些。起码我们知道，魔神不是生而为魔，10几岁时还只是一个孱弱不堪的凡人。若我们用死法阵回到过去，在澹台烬成魔之前诛杀他，就能斩断魔神必将临世的宿命。爹爹，让我去吧。你也好，夺神镜赵前尘乃是苏苏所下的，这是苏苏的姻缘。苏苏，你记住，澹台烬，它身为魔胎，身负邪骨，若肉身死去，邪骨就会醒来，它会立刻蜕变成魔。所以你要找到办法，先毁掉他的邪骨，才能彻底杀掉他。本尊来取过去镜，衡阳宗还不出来迎接本尊？魔神来了，快战！赵幽，快开破光阵，送苏苏回到魔神成魔之前。万年前咒神曾留下破光阵，由我逍遥宗掌门代代传承，命定之时方能开启。老徐，时机已到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等等，他有伯伯什么时机？爹爹！诸神陨落之际留下预言：仙门破灭之日，会有人进入破光阵，重塑过去未来。仙门破灭！超幽伯伯，快停下！爹爹！爹爹！苏苏，既然有机会能改变魔神临世的宿命，这天下苍生便有一线生机。进入破光阵活下去是你的宿命，死守仙门是我和你赵幽伯伯的宿命。再见了，苏苏，在那边照顾好自己。衡阳宗弟子听令，四周存亡在此一战。今日我衡阳宗上下死守明无殿，宗门不绝，结界不破，且战！你们还真是冥顽不灵啊！苏苏，来不及了，你必须马上回去，回去才是唯一的转机。我会将你送回500年前的圣国，记住，无论看到什么都不要回头，4州3界就靠你了，明白吗？该无了。屠神母。
那小姐先好好歇歇，春桃就宿在隔壁，小姐有事唤我就好。爹爹，我在这边已经安顿下来了，你们可以放心了。魔神我也已经找到了，只是现在还不能杀了他，来改变魔神临世的宿命。不过，好在他现在还只是个柔弱的凡人。把他在冰天雪地里跪着，先让他吃点苦头好。季风啊，今夜一定非常难熬。外面风声这么大，他不会有事吧？爹爹，少游伯伯，大师兄，我这么做没错吧？他还真一直跪着呀。我什么时候睡着的？小姐，你醒了？昨夜那大风吹得跟狼嚎一样，您睡得可还安稳？哎呦，他怎么还在这儿呢？你看到了吗？这都第3日了吧？你可真够硬的！哎呀，得罪了二小姐，没点好果子吃。肯定是装的，这里每个人都那么讨厌他，他要是不装的可怜一点，日子会更不好过。我那个恶毒的夫人已经把我跪在这里4日了，这样下去，你真的会死的。他是真心要置你于死地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二妹妹，我知道方才在湖边，你不是故意的。我就是故意的。大姐，今日六殿下来看你，你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没想到现在却变成了落汤鸡，感觉如何呀？二妹妹，我平日和你无冤无仇，何必苦苦相逼呢？这话你和六殿下去说吧。我真不知道你学了什么狐媚之术，把六殿下迷得团团转，看都不看我一眼。还有那个毫无夫德的澹台剑，竟也被你勾引。既然他那么爱出风头，我就让他出个够。冻死了，也不过就是过去跟祖母说一声。叶冰裳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
你再怎么折腾，过不了几日，澹台烬一定会死。只要你们都不出现在他面前，六殿下就只能喜欢我了。真是个狠毒的恶妇！有人过来了。这府里怎么总是乌鸦飞来飞去的？真是晦气。好像姑爷来了以后就一直这样。太阳又落山了，这天寒地冻的，再跪下去，他可能真的活不过今晚了。他是死不足惜，可是如若血骨复苏，麻烦就大了。姑爷，对不起啊，陆小姐说没看见您在这里赏月，弄湿了您的衣裳。走。天这么冷，澹台烬全无修为，衣服又湿透，他顶不住的。二小姐，天寒地冻，请回吧。不用劳烦你亲自来监看我受刑。谁说我是来监看你了？我只是……这是什么？我只是来看看你死了没有，免得还要我替你收尸。我便是死了，又何劳二小姐亲自来为我收尸？这世上想要看到我横死的人，多如过江之鲫，说不定到时候会成群结队的来向你登门道贺呢。你以为你这么说，我就会可怜你了？可怜我？不行，小魔神已经动蔫了。再这样真的会死。算了，以后有你报应的。这斗篷难看死了，我不要了，送你了。二小姐的衣裳，我不敢领受。若是二小姐不喜欢了，明日叫春桃拿去扔了便是。你。二小姐还有何事？看吧，李苏苏，这小魔神根本没血没肉，你明明可怜他，他却还阴阳怪气。但凡这魔头还有一口气，就不能给他一丁点善心。有这好心，不如多去喂喂狗，感化感化山匪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小魔神死不足惜，可三界四周的性命还都压在他身上呢。哎，澹台烬，你不要装死啊！你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可怜你。这个景象似曾相识，难道他就是在这里死去，然后化身成魔了吗？澹台烬，澹台烬，醒醒！春桃，春桃！小姐，是你叫我？我叫你，快进来。哦。小姐，是你没醒还是我没醒啊？你说什么胡话？赶紧去烧洗澡水，越快越好，救人要紧。
哦，快一点！哦，小姐，你方才怎么跟姑爷抱在一起了？我们不是夫妻吗？那人间的夫妻不是理所应当同床共枕的吗？人间？快看看洗澡水烫不烫？哦，好。小姐，水不烫了。春桃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好的，小姐。这些伤是被叶惜雾打的吗？早知道小魔神弱成这个样子，我怎么也不会赔上4周3界的前途来跟他赌这口气。快缓过劲儿来吧，拜托拜托，你可是魔神，为了4周3界，你也不能死啊！澹台烬，你真可怜。又是你，每次当我濒死的时候，你都会出现。我一直都在。我知道，你就在我的身体里。你想要它吗？还不是时候，不要着急。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已经迫不及待了吗？是啊，20多年来，这副身躯给了你什么？只有疼痛、饥饿、寒冷、屈辱，还有受困于人。有朝一日，你可以摆脱这副肉身，将灵魂奉献给我，然后你将得到永远的安宁。无所谓，不管是这副身躯，还是什么灵魂，你若想要，随时都可以拿去，我不稀罕。澹台烬，耐心些，你要尝尽人间的苦楚，汲取无尽的怨恨。你背负着命定的诅咒，注定不得善终。当你的痛苦达到巅峰，生命走到尽头时，我会来接受你的献祭。原来500年前人间的月亮这么明亮，可惜自魔神离世，到处都是浊气。我已经好久没看到过月亮了。生为魔胎，身负邪骨。这邪骨究竟生在何处，长什么样子啊？究竟哪一根才是邪骨？没摸出哪块骨头有什么不同啊？你在做什么？你也想来？叶惜雾，你又在玩什么花样？你管我玩什么花样？你既然醒了，就赶紧起来穿衣服，别泡在水里面装死。去哪儿啊？去湖面，还没有天亮。哎，你不能去！你给我站住！今日不许去了，以后也不用去了。为什么？你是我的人，天天跪在外面人来人往的，不是丢我的脸吗？那真是抱歉了。我累了，我要睡了，你不要跟我说话。
小魔神在宫中过得并不好，所以他才会那么悲观无望，邪骨靠吸取怨恨和痛苦聚集力量，谭台烬才会受那么多苦。这便是魔胎的命运吗？楠楠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外面吹风啊？多冷啊！阿爹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太辛苦了。知道心疼爹了？你真是长大了。哦，对了，最近没有什么事，不要出去闲逛了啊。为何？都城内外都不太平，有百姓在睡梦中失踪，似乎是妖物在作祟。今天宫里还发生一件怪事，跟随陛下多年的吴总管出事了。他跟谭台烬聊了2句，回去以后就死了，耳孔流血，死状蹊跷得很，还从耳孔里爬出一只蜂来。风？他和鸟说话？是啊，还有苍蝇和蚊子，他俩还聊了一会儿呢。哎，不跟你说那么多了，也吓得我的宝贝女儿睡不着觉，早点休息吧。嗯。小姐，这世上真的有妖吗？不仅有妖，还有魔。哪怕是离开皇宫，躲到叶府，他们依旧不肯放过。我得想办法逃出圣国。吴总管，你活得够久了，去吧。以我如今的能力，控制1两飞鸟虫鱼已是极限了。这次勉强可以化险为夷，下次恐怕更加难以自保。如何才算苏醒？小魔神现在没什么能力，如果是他干的，一定是什么法器、符咒之类的外物。凡是想杀人，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。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什么都没有。二小姐有何不满？不行，我还要再炸他一下。宫里的吴总管今日暴毙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说你在出宫门前被他拦住了，他跟你说了什么？没什么。这么淡定，难道真的没鬼？从今日起，你每日睡前我要搜身。我提醒你啊，不要暗地里装神弄鬼。二小姐现在的兴趣真是越来越有趣了。你少管我，谁知道你会不会憋着坏水，教唆那些蜂啊虫啊给你当替死鬼？我可不想像吴总管那样不明不白的死了。他究竟是如何察觉的？如此说来，搜身也不甚保险。不如我全都脱了，好让二小姐安心啊。你脱，我又不吃亏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什么没见过？你脱啊！不脱了，要不我脱？他怎么变聪明了许多？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。
果然，这世上没有哪里比这深宫拥有更多噩梦的。有了这些噩梦的滋养，我就能培育出更多的胭脂花了。红线过岭，看来你还真是个苦命的人。不如就跟我离开这儿吧。似乎还有一丝特别的气息，竟在这宫墙之外。反正天还没亮，不如过去看看。就在这里，果然不虚此行。这气息好特别，这本来就是我的。大家别走，小美人，你分明是人，身上却有妖的东西，真的很有意思。看来今晚收获颇丰啊！你也跟我回去吧。有了这些苦命之人的滋养，胭脂花很快就会漫山遍野。只要这林中开满胭脂花，我就可以化妖成魔了。京中闹妖怪，吴总管横死，究竟与小魔神有没有关系啊？看什么看？一个都不许剩，全给我吃光！叶惜雾，你还真是一会儿一个主意。是啊，我最近特别喜欢看别人吃饭。怎么了？到了月底，你要是长不了3斤肉，就等着挨揍吧你！他真是变态的越来越莫测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不好，大小姐失踪了。什么？说是昨晚还好好的，谁知今早就不见了踪影。恐怕是老爷昨晚说的那个妖怪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你别急，慢慢说。将军请了太常博士来府里驱邪捉妖，说是6殿下也来了。我去看看。对萧岭的兴趣倒是没变，也好，这样吴总管的事就不会有人在意了。刘管家，带佳慧下去好好休息吧。是。大哥，这是谁啊？这是新上任的太常博士庞一之，听说啊是逍遥宗掌门的嫡传弟子，也是6殿下的同门师叔，最擅长尸魔捉妖了。那你知不知道他师从何人啊？听说是不照山的什么清虚真人。没听说过呀，怕是赵幽伯伯的太师傅之类的吧？什么妖魔都逃不过他的探查，可一眼定乾坤。他若出手，妖魔必死无疑。糟了，此人是逍遥宗高徒，若被他识破澹台烬身怀邪火，把他处死了，岂不乱套？怎么办啊？庞博士有何赐教啊？萧师叔，他怎么了？庞博士，这位公子，
面相不错，将来要大富大贵呀！来日苟富贵，勿相忘，勿相忘啊！那就借庞博士吉言了。哎，500年前的逍遥宗弟子考核是不是太宽松了些？庞博士，转了这么久了，有没有什么发现呢？回将军，眼下虽没看出什么头绪，但好在府内的诸位应当没有什么大碍，请将军允许在下于府上布阵施法，寻找那妖物的踪迹，寻回大小姐。好，那就拜托庞博士了。你是说，那个修为不错的大妖，把人带到了南郊的半枕山中，还把这些人用来种花？对，叶冰蝉和迎新也都被那个大妖带走了。不过看起来那个妖物暂时还不着急取这些人的性命，不如将这些线索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去就好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去看看叶希雾他们在做什么。叶希雾最近异常敏锐，他已经怀疑上我能控制鸟兽了。现在告诉他这些，无异于主动认罪罢了，何必惹祸上身呢？锁妖阵，是在这儿。下一步怎么来着？这个棋插哪儿啊？白棋属金。这儿插过了，那儿也不对。不对呀，不是这儿。这半吊子的阵法能行吗？算了，求人不如求己。还好之前被爹爹逼着画过几年的符，如今没有法力，刚好可以解燃眉之急。庞博士，借你几张符纸用用，反正为了大家好，相信你不会介意的。这人间的苦楚，果然就是野之花最好的肥料。本王我千里迢迢从荒渊来到这里，这2个人不是我昨晚才带回来的吗？这么快就开出野之花了，我果然没有看错。让我来看看你们的经历有什么特别之处？原来是景国的弟弟跟随赤羽来到了宋国。放开我，殿下！放开我！这是谁？居然有命运如此坎坷之人，人生中未曾有过一丝温暖和光亮。若用它种出眼之花，必是世上最鲜美的极品，一定可以让我化身成魔。